上一期我们提到了新柔地铁开通后，我们普通人出行更方便了。但其实这一块经济特区远没你想的这么简单。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新柔地铁带动的柔新经济区，到底为什么会成为未来10年最大的财富风口？提到柔新经济特区，大家第一反应都很直接，这次会不会又是规划很大，落地很慢？这个怀疑很合理，因为真正让资本停下来的，往往不是地不够，也不是路不通，而是另外一件更关键的事。出问题时，规则算谁的？判了之后，另一边认不认？最近新马推进的一份合作文件，表面看是法律圈新闻，实际上可能比税务优惠、比工业园开工更重要。它就是围绕争议解决服务的合作备忘录。意思很简单，柔新经济特区如果要从概念变成真正可投、可运营、可扩张的跨境市场，靠的不是再多一座楼，而是制度开始往互认方向走。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新马合作值得比过去更认真看待。其实，新马本来就是彼此最紧密的经济伙伴之一。根据新加坡官方贸易统计，近年双边货物贸易规模一直处在很高水平，放在区域内也是最密集的一组关系。人流、物流、资金流每天都在跨境移动，长堤和第二通道的繁忙本身就是最直观的证据。对跨国企业来说，最怕的不是成本高一点，而是不确定。比如合同签在新加坡，项目落在柔佛，供应商来自第三国，最后一旦发生付款争议、工程延误、股东分歧，到底走哪一套程序，在哪边解决，裁决能不能执行，这些才是真正影响投资决定的地方。很多项目不是死在商业模式，而是卡在法律预期不清。过去伊斯干达的发展经验也说明，硬件可以很快搭起来，但如果企业对纠纷处理没有把握，大资金就会放慢。也因为这样，这次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和马来西亚亚洲国际仲裁中心推进合作，信号很明确，两国现在要补的不只是口岸、园区和税务安排，而是特区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基础设施。跨境商业纠纷怎么更快、更稳、更可预期的处理？这个问题一旦开始被制度化处理，柔新经济特区才算真正摸到落地的门槛。接下来更关键的一点是，这种法律层面的对接，到底为什么会直接影响企业是否进场？很多人谈区域合作，先看税率，再看土地，最后看人工成本。但大型企业做决策时，排在前面的往往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合作出了岔子，我能不能用可控的方式把损失收住？这就是制度性整合的价值。我们可以拿欧盟早期的一体化经验做参照。欧盟并不是先把所有国家变成完全一样，才吸引到资本。他做的关键动作之一，是尽量降低成员之间做生意的规则摩擦，让企业知道跨境交易不是跳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法律环境。新马当然不是欧盟，也不会复制那套路径，但底层逻辑接近。柔佛和新加坡如果要形成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联合生产与服务空间，企业必须相信自己不是在两个割裂市场之间来回冒险，而是在一个规则越来越可衔接的经济带里配置资源。举个非常现实的场景，一家跨国公司把区域总部放在新加坡，把制造、仓储或者后台服务放到柔佛，这个模型本身并不复杂，很多企业都想过。难点在于，一旦合同执行出问题，过去往往意味着跨境追索，法院程序拉长，律师成本上升，执行结果不确定。对企业法务来说，这些不是抽象风险，而是会直接写进投资评估表的成本项。所以，仲裁和调解机制的合作不是附属品，而是把交易成本往下压的工具。它能带来的好处至少有3层。第一层，预期更清楚，企业在签约时就能更明确写入争议解决条款，
知道发生问题后走什么路径。第二层，时间更可控。相比跨境诉讼，仲裁和调解通常更符合商业世界对效率的要求。第三层，执行信心更高。当双方机构开始合作，市场会理解为两边都在为结果的可落实性做铺垫。这样一来，企业就更愿意把高附加值环节拆分布局，决策和融资留在新加坡，土地密集型和成本敏感型环节放在柔佛。你会发现，这正是柔新经济特区最想实现的分工模式。所以，这份备忘录真正改变的不是新闻标题，而是投资人对风险的定价方式。风险一旦更可测，资本就更容易进来；资本一旦更稳定，特区才不只是政策展示，而是会慢慢形成产业粘性。接下来就要看新加坡为什么愿意在这个阶段把自己最强的一项软实力更主动地嵌入这套跨境合作里。从新加坡的角度看，这次合作不只是帮柔佛，也是在强化自己。新加坡的优势从来不只是港口、机场和金融，更在于它把可信的规则环境做成了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国际企业愿意把区域总部、资金池、控股架构放在新加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里的制度可预期，执行效率高，法律服务成熟，仲裁和调解是这套竞争力里很核心的一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这些年持续处理大量国际案件，已经是亚洲最有辨识度的争议解决平台之一。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既然新加坡在这方面已经有优势，为什么还要和马来西亚合作？不担心分流吗？答案可能正好相反。对新加坡来说，真正高阶的竞争不是把周边挡在门外，而是让周边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最终仍然围绕自己熟悉的规则展开。规则一旦外溢，影响力就会跟着外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软实力输出，不是去控制谁，而是让更多跨境商业活动愿意采用你认可的标准、流程和语言。这样做有几个直接收益。第一，新加坡能继续稳住自己作为区域法律与商业枢纽的位置。第二，柔佛如果因为制度改善吸引到更多制造和服务投资，新加坡也会同步受益，因为总部、融资、保险、专业服务、供应链管理很多仍然会留在新加坡。第三，这种合作会把原本容易被解读成竞争关系的双边互动慢慢转成分工关系。过去谈新马，外界常用谁抢了谁的投资，谁压过谁的港口，谁分走谁的人才这种零和视角。但柔新经济特区如果真的往前走，逻辑会不一样。新加坡不需要在每一个成本项目上赢马来西亚，它要赢的是整个区域配置里的中枢位置。马来西亚也不一定要复制新加坡，它可以承接更大空间、更低成本和更完整的产业落地。只要规则开始接轨，这两个优势就不是互相抵消，而是可以叠加。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在重组，企业越来越偏好多点布局，但又不愿意承受制度碎片化带来的额外风险。谁能提供跨境但稳定的经营环境，谁就更容易接住新一轮资本配置。新马现在做的就是把地理上已经很近的两端进一步用制度缝起来。当然，这不代表问题已经解决，备忘录只是起点，后面还要看执行层面能不能形成企业真正用得上的流程，能不能让合同设计、调解衔接、仲裁安排和结果执行都更顺。可至少方向已经很清楚了。比起单纯拼优惠，拼规则的可预期性往往更能决定资本停留多久。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未来柔佛的项目在规则上更接近新加坡的商业环境，你对它的投资信心会不会提高？所以回头来看，柔新经济特区这次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口号更大，也不是愿景更新，而是新马开始把合作往机制层面推进。只要制度互认继续往前走，柔佛提供空间与成本优势，
新加坡提供规则、资本和专业服务，两边就有机会从过去反复拉扯的政治叙事，转向更稳定的共赢结构。这对新加坡尤其重要，因为在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的时候，能够把周边经济腹地做深，把跨境规则做稳，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安全。如果你关心新加坡外交、周边地缘政治，还有这些新闻背后真正影响资本流向的逻辑，欢迎订阅这个频道。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觉得柔新经济特区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是通关效率、产业政策，还是法律执行？我们下一期继续看。